这药粉比我先前判断的还要厉害，若是偷抹多了，可不只是烂脸，严重时候会引起发热，不治而亡。这件事还请您帮忙保密。柳杏儿给了顾大夫50两银子。江老太太替柳杏儿感到心疼，这县令夫人简直太恶毒了。杏儿啊，咱们惹不起躲得起，不如你明儿就回村里去吧，我陪着你回村住，孩子们就留在县城守家，还能去铺子上帮帮忙。好，正好放消息出去，她的脸严重了，要回去养伤。亚婆婆得知了柳杏儿生病回村的消息，她连忙让人备车，就带了些东西去村里看柳杏儿。亚婆和柳杏儿一家人相处这么长时间，多多少少也知道柳二顺是个啥样的人。他既心疼柳二顺的遭遇，又恨他没用，连老婆孩子都护不住，是个糊涂人。也是因为如此，亚婆就更心疼柳杏儿。婆婆，您别担心，等顾太医回来，我肯定能好。你肯定会没事的，吉人自有天相。亚婆婆不敢耽搁，她留下东西就走，得回县城喊崔之义派人去找陈虎，把顾太医给接回来。秋菊来跟柳杏儿说，那车夫是县令府上的车夫，娘子成亲那天奴婢瞧见过。我说雅婆婆摊子周围怎么不时就有捕快来晃悠，感情雅婆婆是县令府上的人，我还以为是县里治安好呢。把兄弟们的尸体找齐，缺了胳膊腿的找一找，给缝起来，他们人没了，尸首也要带回去。他手下的人第一次带出来跟山匪拼杀，好些人都过不了心里那一关，让山匪钻了空子，死伤有点严重。都头，地牢里关着好些妇人，小的去查问了一下，有几个是那个二品官家里的家眷，把他们带出来单独安顿，另外派人去给他们造个名册，手脚麻利点，早点干完活，早点回家。山上搞得火热，县衙的监狱却被劫了，狱卒全被杀了，贼人放走了所有犯人，以扰乱衙门的视线。崔之义收到消息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城门那头也一样，其中一个城门大大敞开，守城的士兵全死了。立刻派人通知百户所，派人来接手城防，城门紧闭，全城搜查逃犯。贼人敢这个时候来劫狱，显然是知道县城的武装力量被派去办二品大员被杀的案子了。崔之义回到衙门，他命人将所有犯人的画像和卷宗拿给他看。大人，夫人送燕窝粥来了。燕窝粥拿进来，请夫人回去休息。是。夫人，您交给小的就行了，大人怕夫人累着，请夫人回去休息。我就在这儿守着大人，给他煮个茶什么的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不放心。说着，欧阳氏就带着人去了茶水间。去搬一把贵妃椅来，把垫子铺厚实点儿。夫人，您何苦在这里守着，还是回去睡吧。家丁护院还有捕快家将都在相公身边，眼下谁知道城里还有没有贼人，自然是待在相公身边更为稳妥。你们看好水，别误了正事儿。原本收到燕窝粥，又听闻欧阳氏担心他，亲自替他守茶水间，觉得自己这段时间对欧阳氏有点苛刻，愧疚感油然而生。可在听到这一番言论后，崔之义的眸色冷了下来。欧阳氏真是让他失望透顶。不过两家本来就是联姻，本就没有感情。陈虎带着大部队回来之后，见到的崔之义就是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，人都快成干的县令大人。操，咋就这么多事儿啊？老子还等着回去见媳妇呢。抓几个活口，大人慢慢审吧。战利品给大人拉回来了，是按照原先咱们说好的分，死残名单也在这里，大人看着抚恤。行，本县知道了，这事儿会吩咐人去办的。属下告辞。哎，陈都头慢着，这件案子也需要陈都头。陈虎跑了。先审问陈虎带回来的人吧。大人，您可先歇歇吧，左右这人不会跑，这要是身子垮了，那就是想办案他也办不了了。崔之义想想也是，于是便回书房睡觉。陈虎急慌慌地往家赶，县城的家没人，说柳杏儿回村了，他又策马朝村里狂奔。陈虎赶到家的时候，柳杏儿刚吃完饭，正准备卸妆洗澡睡觉。他听到外头陈虎和江老太太的声音，然后就是门哐当一下被推开，又砰的一声反弹了回去。我回来了，乖，自己出来给我抱抱。他就在拔步床外站定，张开双臂，美滋滋地等着柳杏儿扑他。结果柳杏儿走出来，
那张流着脓血的脸吓陈虎一大跳。这脸咋整的？咋变成这样了？你这次出去可有受伤？没有。男人出去了几天，柳杏儿就担心了几天。你赶紧说，你这张脸咋的了？可看过大夫了？大夫怎么说的？我这张脸没救了，你要是嫌弃，咱们就和离。陈虎把柳杏儿抱进怀里。和离？你想都不要想，你这辈子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脸烂了就治，真治不好那就这样。我是稀罕你这张脸，但我还稀罕你的身子，脸烂了不算啥，巴掌大点地方不碍事儿。柳杏儿噎住，大猪蹄子，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？陈虎抱得更紧了点儿。不影响生孩子就成，干脆你莫穿衣裳了，让我稀罕个够。是你先招惹我的，小没良心的，唬我是不是？差点儿没把我给吓萎了。柳杏儿收了哭腔。你是什么时候看出来我脸上的是妆容，而不是真的烂脸？抱你的时候没闻到臭味儿，你还是香喷喷的。下回你可以捣鼓一点臭烘烘的草汁抹在脸上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果然乔装改扮不能只注重形，要色香味面面俱到才行。说，为啥捯饬成这样炸我？你就对你男人这么没有信心啊？陈虎又打了一下他的腚，力气还挺大，有一丢丢的疼。他瞪了陈虎一眼，是有人出手要毁了我的脸，我装扮成这样骗人呢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柳杏儿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陈虎说了一遍。药呢？柳杏儿去把药包拿给陈虎，陈虎揣进怀里，搂着他狠狠地亲了一口。我出去一趟，你等我回来。你回来，你先吃口。陈虎翻墙跑了，影儿都没了。可他才剿匪回来呀！柳杏儿愧疚的不行，后悔刚才就告诉他真相。娘子，顾太医来了，他要见您。我换身衣裳，马上就去。不是说你的脸烂了吗？有人想让我烂脸，我让顾大夫帮我保密来着。劳烦您这么晚跑一趟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您明儿想吃什么，我给您做。不过您来了，我这张脸就有借口好起来了。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泛起了鱼肚白，悄悄摸进屋里，发现小媳妇趴在桌边睡着了，竟在等我。陈虎的心顿时被塞得满当当的，他打横把柳杏儿抱了起来，打算将她抱去床上睡，可才一动她就醒了。我回来了，等着急了？等着急了。你去洗漱，我去给你煮面。好，我等着吃。柳杏儿端着托盘回屋，陈虎正好从净房洗了出来，打湿的发梢在滴水，露出蜜色的胸膛和结实有力的腹肌。妈耶，不能再看了，再看搞不好流鼻血。好香啊！陈虎夹了一个荷包蛋和一块排骨给柳杏儿。你多吃点儿，多长点肉，不然摸着硌手。柳杏儿没吭声，知道越是吭声，男人的骚话就越多，她惹不起。吃完面，她把面汤都喝完了。舒坦。见柳杏儿剩下了半碗面，她就拿过来几口吃完。你真是吃太少了。他喝茶漱口，然后就去柳杏儿的梳妆台上寻摸她的香膏，往自个儿脸上抹，抹完就窜到刚漱完口的柳杏儿身边。你闻闻香不香？柳杏儿红着脸说香。来，陪我睡会儿，好累啊。欧阳氏起床洗漱之后，丫鬟们伺候她梳妆打扮，桌上的胭脂水粉几乎都用上了。贾嬷嬷下职去休息的时候，就有人来找她。你特地找来是何要紧的事儿？掌柜的打发小的来告嬷嬷一声，说冉小六的家人找来了。掌柜的跟他们说了，冉小六去城外送货就没回来，最近在闹山匪，就连告老还乡的二品老大人也被山匪给杀了。冉小六可能凶多吉少了。掌柜的说已经打发他们20两银子，让他们走了。冉小六就是芙蓉楼的小二，他的确是卖身给芙蓉楼的，但却是只卖身5年，是活契，不是死契。行，你回去跟掌柜的说，我知道了。他想了想，并没有立刻去跟欧阳氏说，而是去巷子口买了早点回去，把家务事料理了一会儿，这才慢悠悠的去隔壁县衙后院。毕竟人已经打发了，有啥好担心的？大人在里头同夫人一起用早膳呢。贾嬷嬷就在外头的隔间等着。夫君，是不是不合你的胃口？且让人撤下去，叫厨房重新做些夫君喜欢吃的来。欧阳氏说话的时候，
下意识用手挠了挠脸颊。不必，夫人还是命人去请大夫吧，看看你的脸。我先去前面办公了，回头夫人把年里需要采买的单子，命人送去前面给我瞧瞧就成了。欧阳氏把他送出去之后，快步折返，凑到镜子面前去看自己的脸，脸上起满了红疹，嘴巴也有点肿胀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我早上起来还好好的。夫人莫急，恐是吃了什么东西激的，您别去挠，回头吃一副药就能好，可千万不要挠破了皮啊。贾嬷嬷这个时候也进来了，看见欧阳氏的脸，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子。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快打水给夫人洗脸？脸上长了红疹子，可得把胭脂水粉洗干净了。贾嬷嬷跟着忙前忙后，把芙蓉楼的事儿给忘得干干净净。都滚出去！贾嬷嬷留下。大人好大的官威啊！欧阳氏脸痒痒，心情烦躁。崔之意见她的打扮，先是愣了一下，又听她这么说，顿时火冒三丈。芙蓉楼的冉小六偷了你什么东西？要被你灌了哑药，远远的发卖了。你可知他欠的是活气？完犊子了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打发一个下人而已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中？恐怕是知道柳氏毁了容，心中的怨气没地方撒吧。你在外头不顺，心里不舒坦，偏跑到我这里来撒气，怎么的？是觉得我们欧阳家好欺负是不是？人家的父母找来了，击鼓鸣冤，问本县要人呢。你是芙蓉楼的幕后东家，这件事你要负责任的。按照律法，擅自发卖活气奴仆是要监禁或是流放。哼，我有什么责任？铺子是我的，但并不是记在我的名下。好，那本官就去按律法判了。来人，将贾嬷嬷带下去。芙蓉楼的人指证，是他传了夫人的命令，将冉小六灌药发卖的。你我夫妻一体，难道你真要这么绝情？这件事传出去了，你的名声又能好到哪里去？难道你不怕被御史弹劾？我有贤妻如此，牢狱之灾定在前方等着，还怕什么御史弹劾？哼！说着，他一甩袖子，甩开欧阳氏的手。夫君妾知道错了，还请夫君给妾一个赎罪的机会。你想如何赎罪？去找人牙子问问，他把人卖到何处去了，然后再把人给赎回来，妾再补偿他们一家100两银子。此事妾实在是不知道，都是贾嬷嬷一人所为，想来是贾嬷嬷家假借妾的名头徇私。贾嬷嬷闻言便如五雷轰顶，可她能怎么办？一家子的卖身契都在夫人手里捏着。崔之意当然知道贾嬷嬷是顶缸的，但欧阳氏说的也对，夫妻一体，如果没人顶缸，她这当丈夫的也要跟着染上污点。来人，先将贾嬷嬷捆了，关柴房里，再命人去询问衙人，冉小六到底被卖哪儿去了。欧阳氏人软软的，手肘撑着桌子想拿水喝，结果却扯开了面巾。欧阳氏整张烂脸就一下子全暴露了出来，他尖叫着用手捂脸。怎么才一会儿功夫，你的脸竟然变成这样了？陈都头的娘子也是脸出了问题，为何你们会前后脚了出事儿？对呀，为何我会跟柳杏儿一样？大夫，快叫大夫进来！欧阳氏让他去检查胭脂水粉。夫人，您的胭脂水粉里有可以致人皮肤溃烂的药，还请大夫辨认一下有些什么药。大夫应下，他斟酌着写了几味药的名字，崔之意又问了些细节，就让他离开了。大夫离开之后，崔之意就命人去全城药铺查，这几天都有谁去买过这几种药材。别去查。你说什么？妾想能下药的人只能是妾身边的，妾的胭脂水粉已经用过一段时间了。那就先从你身边的人查起。来人，将夫人身边的人全部捆了审问，再去搜查他们的住处。很快，崔之意的人就从贾嬷嬷家里搜出了东西，一包药粉以及一件外衫。好你个贱婢，你竟然敢害我！我明明已经按照夫人的意思把药包给了陈家的下人，100两银子也给他了，这个药包怎么会出现在夫人这里？是不是柳杏儿反过来收买你，让你给我下毒？奴婢一家子人都在夫人手里捏着，不可能背叛夫人的。你自己了结吧，不然休怪我无情，将你的儿女卖进窑子。来人，给他解开。贾嬷嬷因私怨就加害主子，
事情败露之后，自知罪不可恕，上吊自尽了。门被踢开了。好一个毒妇！我崔之义要不起你这等妇人，我会修书2封去崔家和欧阳家，并附上休书。来人，把夫人带回去，没有本官的命令，不许出屋1步，看好她，等欧阳家的人来见，但凡欧阳氏的陪房，全部禁足，不许随意走动。欧阳氏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你为何要害柳娘子？发妻害属下的妻子，让他如何给属下交代？且陈虎和别人不同，不出山便罢了，一旦他愿意出山，就是一飞冲天之时。怎么，你的心尖尖儿伤了脸，你受不住了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看你是疯了吗？我和柳氏清清白白，面都没见过2次，你竟然生出这般龌龊的想法！我胡说，是你心脏，家有娇妻美妾，还像属下的女人。当初她的店开张，我让人去叫她送东西来，她连等都不等就走了。后来你却带了她家的吃食回来，她什么意思？我让她等，她就不耐烦了，直接找你去告状了。且为了这件事，你竟罚我，且你现在连人家的亲爹都接进府里来奉养了，你的心路人皆知。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陈虎是我要用的人，你不替我笼络他娘子，反倒是冷待人家，你还有理了。再说柳二顺，他很有可能是我姑姑遗失在外的儿子，你怎么就能因为这事儿便接连下毒手？崔之义，枉我以为你是正人君子，但没想到你会为了得到一个女人费这么多的心机。表侄女儿，你玩的可真花！真是没法子讲道理，这个女人是个疯子。公子，那2口子已经从衙门出来了，里面是2件旧棉袄、2双旧棉鞋，还有1包干饼子。等我木修回来，再给你带2床棉被来。你后天还是在老地方等我。多谢公子，公子您慢走。柳杏儿的事，陈婷知道了。柳杏儿不让他插手，可他哪能忍得住？于是便通过他的手段查到了冉小六的家在何处，然后让小乞丐去跟冉小六的家人通风报信，并告诉他，只要是去击鼓鸣冤，肯定能得一大笔钱。陈虎说的搂着柳杏儿睡觉，还真是搂着她睡觉，摸是摸了，但并没有干别的。这一觉睡得相当安稳，以至于醒了之后，柳杏儿有些分不清到底是上午还是下午。她稍微动了动，陈虎也睁开了眼睛，两人四目相对，陈虎直接亲了过来，没有多余的话，有的只是浓烈的化不开的情欲。然而在关键时刻，陈虎停了下来，他的眼睛像是饿了好些日子的狼在盯着自己的猎物。怎么了？陈虎在心里低骂了一声，他翻身起来。药得提前半个时辰吃，还没吃药。柳杏儿瞅着他的帐篷，遗憾这个时代没有套他。陈虎大马金刀的坐着喝水，丝毫不遮掩，反倒是有几分耀武扬威的意思。他不正经的盯着柳杏儿笑。莫着急，今晚天王老子都拦不住。柳杏儿麻溜滚到床里头去，陈虎起身去把她从床上捞起来。莫要再睡了，让人误会咱们大白天在屋里不干正经的事儿，连饭都顾不上吃。柳杏儿狠狠瞪他，瞧瞧，不给你你还恼了？乖，等晚上一定给你。先穿好衣裳，咱们出去吃饭。穿好洗漱了出去一看，好家伙，太阳都偏西了，还吃啥呀？柳杏儿吃了块饼就往灶房去了，没想到陈婷在灶房里帮忙。娘，婷哥回来了，今日是休沐吗？啊，对，明天沐休，我今日课业都完成了，夫子准我提前走。那就好，晚上你想吃什么？啊，秋婶炖了鸡汤，用的干菌锅炖的，鸡杂收拾出来了，然后还有豆腐，有鱼。不如我们晚上吃冷锅鱼吧，再炒个酸辣鸡杂，煮一大锅米饭。好，听娘的，我来烧火。咱们家大爷这种读书人，奴婢还头一次见，哪有读书人往灶房里钻的？奴婢不敢让大爷帮忙啊，奈何大爷上手还挺麻利的。我们家可没有主子不干活的规矩，哪怕他将来成了首辅，回家官服一脱，该干活还是得干活。娘说的对。吃完了，
所有人都去廊下瘫在椅子上摸着肚子。这么吃下去又要不得呀，要不得。柳杏儿让人把用泥封口的罐头拿出来开了试试便治没有。刚说了要不得的于半仙一窜就起来了。我来试试。我认为可以卖了，就用黄泥封坛口就行了。又多一个进项，柳杏儿真的很开心。这法子倒是可以用到那些不容易运到京城和这边的水果商上，比如江南的杨梅、岭南的荔枝，还有不易存放的樱桃。杨梅和荔枝得在产地做罐头才行，但樱桃是可以的。山里那种有些酸的黄桃也可以用来做罐头，但眼下就做橘子罐头卖吧。咱们家眼下的人手有点不够，不过我跟牙行说好了，再买几个人也可以去村里请人。你做主，我就一条，你别累着了。柳杏儿先去洗澡，陈虎在外头把药吃了，计时的沙漏摆好，便把还没来得及给柳杏儿的银票拿出来放在桌上，然后他从怀里翻出来一本书，是他从土匪窝里搜出来的，是一本十分精美的避火图。听幸存的土匪说，这是他们大当家在燕家的香笼里翻出来的。嚯，大家就是大家，玩得真花。床上床下，窗台内外，桌子上，花园里，姿势奇特不说，边上还有2个丫鬟帮着搀扶。我勒个去！先不说画画的人是不是个大家，但肯定是个淫虫。你也洗洗啊！柳杏儿靠着墙，一步步往床的方向走。怕我也晚了。陈虎把避火图扔到一边，拿起桌上的银票扬了扬。要不要了？糖衣炮弹，我喜欢。财迷。说完，陈虎就起身去净房开始洗澡，用香姨子把哪儿都洗得干干净净，主打一个不能被媳妇嫌弃。柳杏儿数着银票，眼睛越瞪越大。乖，银票竟然有6万两之多！山匪这么有钱的吗？动不动财产就上万两、几十万两的银子。陈虎还没出来，他就瞅见了桌上的小册子，顺手拿来一翻。我勒个去，长见识了喂！这可是出自名家之手，拿出去能卖1000两银子往上。柳杏儿一听1000两银子，连忙探身去将避火图册捡了起来，把它放进箱子里。压箱底，陈虎哈哈大笑，上前抱了柳杏儿，就大步往床上走。